最近刷到一个非常离谱的事，成都一位美女姑娘报了个川西小团，出发前要求领队必须是 ENFJ 型，如人类充电宝加人生导师加社交天花板，拥有大疆 Air 3无人机，写进合同。结果旅程过程中就因司机没帮忙拍108张照片发起投诉，小红书同步更新带黑车甩团标签的避雷帖。这2年川西环线的精品小团早不是带你看星空拍美照那么简单了，游客背着维权攻略上车，旅行社挑客人比 HR 筛简历还严。以前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可能变成一场步步惊心的证据攻防战。当你在合同里勾选领队 MBTI 类型时，或许想不到这辆 SUV 根本没有营运资质。当你按照小红书攻略给司机录音时，也可能不知道眼前的资深领队其实连导游证都没有。今天咱就聊聊这些藏在川西美景背后的行业潜规则，搞懂这些你才算真正看懂了当下的精致穷游，也能避开90%的旅游坑。不过先别急着下单，你知道为啥现在旅行社宁可不接单，也要把大学生和律师列进高风险客群吗？川西小团的客群结构正在经历深刻变化，60%以上的游客是大学生群体，他们拥有充裕的时间和对细节的极致追求，踏上旅程。某旅行社负责人透露，现在的合同条款已经细化到无人机必须使用大疆 Air 3，每天发布3条短视频，领队需提供 MBTI 测试报告等具体要求。这种选非是组团的背后，是年轻一代对旅行服务的重新定义。他们不仅要求风景，更要求体验的可量化和服务的透明化。这种需求升级直接导致行业内卷加剧。去年川西地区的领队数量仅3000人，今年已激增到8000多人。竞争压力下，服务成本与风险同步上升。一位资深领队苦笑说，现在带团像在考公务员，不仅要会开车、会拍照，还要懂心理学和法律条款。更严峻的是，大学生客群的斤斤计较特性使服务容错率极低，一个微小的细节失误就可能引发连锁投诉。在小红书、微博等平台上，一套标准化的投诉攻略正在流传。出行前在笔记中预埋黑车甩团等关键词，行程中全程录音录像，事后多平台联动曝光。这种预埋证据加舆论施压的模式，让投诉从单纯的维权演变为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战。Happy 旅行事件就是典型案例。游客出行前就在小红书发起投诉，要求退1赔3，行程中指控车辆为非法网约车，实为合规预约出租客运。事后3个账号连发10余篇笔记，制造舆情压力。面对这种攻势，旅行社往往陷入被动，即使无过错，也需耗费大量资源自证清白，甚至被迫公开车辆营运信息、聊天记录等敏感数据。这种维权无边界的倾向，使行业陷入谁举证谁倒霉的怪圈。川西小团其实很多灰色操作，说白了就是游走在合规和违规之间，看着像正规服务，其实暗藏不少问题，游客稍不注意就可能踩坑。第一个大问题是车辆没资质。按规定，拉游客的旅游车必须是9座以上，还要有专门的营运证件，出事了保险才会赔。但现在市面上80%的小团都用5至7座的 SUV 或私家车，这些车大多是司机自己的，行驶证上写的非营运，根本不能合法拉客。为啥大家都这么干？一是游客喜欢小车，觉得精致小团就该坐 SUV， 2是合规的9座车太贵，租一天比私家车贵300多，
旅行社为了省钱就冒险，但风险很大。比如之前有游客坐私家车出事故，保险公司直接拒赔，理由是这车本来是家用，你拿来赚钱，不在理赔范围，最后游客只能自己承担损失。第二个问题是领队身份模糊，你以为的资深领队可能连导游证都没有。法律规定导游必须持证上岗，但小团的领队大多是多面手，开车、拍照、规划路线全干，但90%没证。他们可能是兼职的司机、摄影师，甚至是当地村民，靠小红书自学带队技巧就上岗了。比如有游客跟团遇到受伤，领队连基本的急救知识都没有，最后耽误了治疗。而且一旦发生纠纷，游客连该找谁负责都不知道。领队可能是挂靠在某个平台的个体户，和旅行社没有正式关系，旅行社分分钟甩锅，这人不是我们员工。第三个问题是运营模式，挂靠借客，很多小团根本没有正规旅行社资质，全靠借客生存，每月花几百块挂靠在有资质的大旅行社名下，用人家的名义签合同，但实际服务全靠自己。合同上盖的是大旅行社的章，可游客上车后发现带团的是完全独立的小团队，甚至可能被拼团转卖。比如你报的专属小团，中途可能被转给其他领队，因为你的订单被多个团队倒手赚差价。一旦出问题，大旅行社说我们只是借资质，不负责具体服务，小团队可能直接失联，游客维权像无头苍蝇。这些灰色操作看着能省钱打低价，但坑的是游客和行业。游客看似花了小钱，却要承担车辆没保险、领队不专业、维权找不到人的风险，而合规的旅行社因为成本高，反而竞争不过这些野团，导致整个行业越来越乱。现在四川也在试点解决，比如允许符合条件的私家车买专项保险跑旅游，给领队发体验师证书替代导游证，但彻底规范还需要时间。作为游客记住一点，如果价格低得离谱，还承诺完全自由无约束，大概率藏着灰色操作。出发前最好查查车辆有没有营运证，领队有没有基础资质，别为了省几百块掉进大坑。现在川西小团的从业者日子越来越难，游客维权意识强，行业合规漏洞多，逼得他们不得不琢磨各种自保策略。这些策略听起来有点无奈，甚至有点鸡贼，但背后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生存之道。一、选课比选对象还严格，先把麻烦精拒之门外。以前旅行社是来者不拒，现在变成挑客如挑刺，甚至搞出了一套高风险客群黑名单。最典型的3类人会被悄悄拉黑。大学生群体不是歧视学生，而是他们太认真了。比如有学生把领队每天必须拍100张精修图无人机镜头不少于20个写进合同，行程中拿着小本本逐条核对，稍有偏差就投诉。某领队说，带学生团像伺候甲方，每天晚上还要微信汇报第2天行程，比上班还累。律师或法律从业者这类人熟悉维权流程，动不动就提退1赔3，甚至能从合同里找出10处漏洞。有旅行社接过一个律师的单，行程结束后被指出车辆营运证过期3天，最后赔了3倍团费，从此看到律师职业直接拉黑。小红书高频发帖用户，那些粉丝多、爱发避雷攻略的游客最让从业者害怕。曾有博主跟团时故意挑刺，把司机没帮忙递水拍进视频，配文川西黑团虐待游客，导致旅行社被平台限流3个月。现在从业者接单前会悄悄查看游客主页，发帖量超过50条的旅行 KOC 基本婉拒。
这种选客策略说白了就是惹不起躲得起，宁可少赚点钱，也不想冒被投诉的风险。但副作用也很明显，合规经营的旅行社反而客源减少，因为好说话的游客越来越少，剩下的都是带着放大镜来挑毛病的。二，服务变成防御战，留痕怕被抓把柄，不留痕怕担责任。以前做服务靠用心，现在靠留痕，但留痕反而成了被投诉的证据，导致从业者陷入服务悖论。主动留痕反而被索赔，有领队每天在群里发行程记录、车辆照片、服务视频，结果游客截图作为证据，指控实际行程与宣传不符。比如宣传说独家路线，但视频里出现其他游客。后来大家学乖了，能不拍照就不拍照，能不写细节就不写，服务变得越来越敷衍。野团反而更安全，那些完全不签合同、不收凭证的野团，游客投诉时连证据都拿不出，反而没人敢找事。比如有司机带客走小众路线，全程现金交易，不开发票，出了问题就说这是朋友自驾游，游客拿他没办法，这导致认真服务的人吃亏，胡来的人没事，行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。现在从业者的服务标准变成了不出事就好，能走常规路线就不走小众路线，避免天气、路况等不可控风险，能少说多做就不互动，避免说错话被录音。甚至有的领队带团时全程戴耳机，减少和游客交流，就怕哪句话被抓住把柄。三，风险转移，把锅提前甩出去，能躲就躲。为了减少损失，从业者发明了各种甩锅术，合同条款挖坑。现在的合同里全是免责声明，比如高原反应自理，天气变化导致行程取消不退费，第三方原因如司机迟到，与旅行社无关。更绝的是，有的合同注明纠纷需到旅行社注册地法院起诉，而注册地可能在千里之外的外省，游客为了几千元团费，根本不会跨省打官司，只能自认倒霉。挂靠和拼团，责任层层转移，很多小团队没有旅行社资质，就挂靠在大旅行社名下，每年交几千元管理费，出了事让空客公司顶锅。比如游客投诉领队态度差，大旅行社说这是挂靠团队，我们不负责，而实际带团的小团队早就把钱赚了，根本不怕投诉。另外，拼团现象也很普遍，游客报名时以为是专属小团，其实被卖给了多个中间商，最后谁收钱谁负责，中间环节根本找不到人。买灰色保险求心安，正规旅行社责任险太贵，每年保费5万元起，小团队就买便宜的加成意外险，保额低且不覆盖所有风险。比如车辆没营运资质，就买一份短期车险，出事了，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全看运气，反正先把游客的钱收了再说。四，行业恶性循环，从服务者变成防守者。这些策略看似让从业者暂时躲开了风险，却让整个行业越来越畸形。游客和从业者互相防备，游客上车先拍行驶证，录领队讲话，从业者接单前查游客社交账号，问职业，原本轻松的旅行变成谍战片，双方都累，体验降级，越精品越普通。为了避免纠纷，从业者只敢接傻瓜单，成都到稻城亚丁的常规路线，全程住酒店，走公路，那些徒步、露营的小众玩法没人敢做，因为万一游客受伤，就是无底洞。所谓的精品小团，最后变成了缩水版大巴团，合规者被淘汰，真正想正规经营的旅行社，因为成本高，比如用合规车、雇持证导游，
价格比野团贵30%，根本卖不动，最后要么被迫加入灰色操作，要么关门大吉。现在川西小团的从业者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：带团不是做服务，是打游击战，躲得过投诉算赢，赚得到钱算万幸。这种心态下，行业很难变好，游客也很难真正玩得安心。不过也有转机，比如四川正在试点小型旅游车合规化、领队资格简化等政策，或许未来能让从业者不用在刀尖上跳舞，但这条路还很长。作为游客，记住一点，如果一个团费低得离谱，还承诺零风险，随便投诉，那大概率是个坑。毕竟没人会做赔本买卖，背后的自保策略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复杂。以前5至7座 SUV 跑小团，要么偷偷摸摸怕路政查，要么出了事保险不赔，私家车改营运。未来政策会允许合规小车运营，资质简化，只要装 GPS， 买专项保险，比如四川试点的小型旅游客运险，私家车就能合法拉客，游客坐 SUV 小团也不怕黑车了。成本下降，合规小车保险费比以前的灰色保险低30%，从业者不用再花高价买挂靠险，团费能降下来，游客也能省点钱，安全有保障，每辆车联网监控，路政随时能查，出事故保险正常赔，不像现在私家车拒赔，游客和从业者都安心。以后领队不再是司机加摄影师的模糊身份，而是有旅游体验师认证，技能更专业，必须学急救，比如心肺复苏、高反处理、当地文化、藏族习俗、地理知识，还得会规划路线，不再走重复景点。游客跟团能听到干货，比如于子溪的星空，最佳拍摄时间是晚上10点，因为责任更清晰，认证后算正规军，和旅行社签合同，不再挂靠，出问题直接找他或旅行社，不用再扯皮。比如游客在色达佛学院迷路，领队能负责到底，而不是甩锅，这是意外。现在小团挂靠大旅行社，出了事互相甩锅。未来有小微旅游备案平台，门槛降低，5个人的小团队交少量保证金，比如以前的30万降到3万，就能在平台备案，合法接单，不用再给大旅行社交挂靠费，资金透明，团费走平台监管，像支付宝担保交易，游客交钱后，平台先存着，行程结束没问题，再打给从业者，防止收钱跑路。维权方便了，平台帮游客处理投诉，比如游客抱怨领队拍照不够，平台马上协调，游客不用跨省打官司，效率提高了。证据审核，以后游客投诉必须提交完整证据，比如录音、视频、合同截图，平台先查是不是故意找茬，比如有人故意诱导领队说绝对没高反，然后投诉，平台会判恶意投诉，罚他以后不能在平台下单。信用评级，游客和从业者都有信用分，投诉多的游客，比如1年投诉5次以上，平台会提醒从业者谨慎接单。从业者服务差，比如3个月被投诉10次，直接下架，倒逼大家好好做服务。内容规范，平台审核旅行社宣传，禁止绝对无高反独家秘境，因为高原反应谁也保证不了，秘境可能早被开发，以后宣传得写清楚，这条路线70%游客反馈不错，含2次徒步，难度中等，游客一看就知道有没有坑。真实评价，鼓励游客发真实体验，比如领队拍照技术一般，但急救知识很牛，救了我朋友，这样好的从业者能被看到，游客选团也更准，不用再看清一色好评，很多是刷的。路线创新，以前怕风险不敢走的徒步、露营路线，比如贡嘎雪山轻徒步，现在合规了，车辆、领队都有保障，从业者能重启这些硬核玩法。
游客花5000元不再是坐车看景点，而是能体验骑马穿越草原，晚上住牧民帐篷，听星空讲座，体验加分。领队不再只是开车，还能当旅行管家，比如帮游客订当地藏餐，不是游客餐厅，安排摄影点位，知道哪里拍日照金山最美，甚至教游客用无人机拍星空。现在很多游客自己带无人机，领队会玩的话，体验直接拉满，合规成本降了，小车保险、领队认证、平台备案，这些加起来比以前的灰色操作成本低。比如以前挂靠费每月2000，现在备案费每年5000，分摊到每月才400多，从业者利润能提升20%，客单价提升，游客愿意为合规精品买单。比如同样的路线，合规小团有认证领队，正规车辆比灰色小团贵500元，游客反而更倾向选前者，因为安全有保障，体验更好。从业者不用再打低价战，能专注做品质，选团更简单。平台上的小团都有合规标识，比如车辆资质、领队认证、备案编号，游客一看就知道这是正规团，不用再查工商信息。对比10家旅行社，节省3天做攻略时间，玩得更放松。上车不用录音，住酒店不用拍发票，领队和游客像朋友一样聊天。比如领队说，今天去的莫石公园，下午4点光线最好，大家记得戴墨镜。旅行终于有了松弛感，不再是防贼式出游。深度体验，比如去礼堂，不再只是拍照打卡，而是跟着领队，当地藏民认证的体验师，走进藏家，学做酥油茶，听仓央嘉措的故事。晚上参加篝火晚会，不是游客表演，是真的牧民聚会，游客能真正进入式感受川西文化。安全保障，车辆有保险，以前私家车没的，领队会急救，比如遇到高反，直接拿出氧气瓶和急救包，而不是慌了神。就算在无人区抛锚，也有平台紧急救援，不像现在只能等路过车，旅行风险大大降低。合规者崛起，以前合规小团活不下去，现在政策支持，平台引流，他们能靠品质赢市场。比如成都某合规小团2025年订单量增长3倍，游客复购率达40%，以前不到10%。灰色者淘汰，那些还在挂靠用黑车的小团会被平台下架，路政严查，逐渐退出市场，行业终于干净了。游客回流，因为体验好，信任高，更多人愿意选择川西小团。2025年川西小团游客量预计增长50%，从业者赚钱，游客玩得开心，形成正向循环。未来的川西小团会像一条透明溪流，游客清楚每笔钱花在哪，合规车辆、专业领队、深度体验，从业者安心提供服务，不用防投诉，专注做体验，平台做好中间人，管投诉，促信任。政策、平台、从业者、游客一起发力，让川西的雪山、草原、星空不再是维权攻略的背景板，而是真正的旅行治愈地。想象一下，2026年夏天，你报了个川西小团，领队是有体验师认证的藏族小伙，开着合规的7座 SUV， 每座都有保险，带你去鱼子西拍星空，领队教你调无人机参数，晚上住新都桥的民宿，老板是领队的朋友，做的藏餐超地道。行程中没有录音录像，只有欢声笑语和难忘的风景，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。嘿，朋友们，刚才聊的川西小团是不是特像现实版信任攻防战？其实这背后藏着商业规则和人性博弈的进化逻辑，从互相防备到重建信任，本质是心智的升级。咱心智进化工作坊就爱扒这类事儿。为啥游客和商家会互相防着？合规和体验咋平衡？商业生态咋
从混沌变透明，每期都从现象深挖心智密码，帮你看透商业人性的底层逻辑。现在考考你，你遇到过最窒息的消费攻防是啥？评论区唠唠。觉得内容有用，赶紧订阅，下期带你解锁更多商业家心智的烧脑分析，保证让你对世界的理解更通透。